对对对，快去川边！真是一天去的呢。可以拿汤。哇哦！那种蛤蜊奶油汤。这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第2天，我们今天是准备从镰仓出发，一直沿着湘南海岸乘江之电一路到江之岛。这条线路也是非常经典的线路。湘南海岸有一条沿海的电车线路叫江之电啊，这条线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。它那个江之电是从藤泽市一直到镰仓市的，中间会路过江之岛，全长的话是34分钟左右啊，其实不是什么很长的距离。我们今天先去车站买一个江之电1日通票啊，就是可以无限次乘坐这个电车的一个票团，价格是800元吧，算了一下乘4次差不多就回本了。今天天气现在还是很多云，但是天气预报说等会儿会出太阳啊。有很多朋友是从东京出发去湘南海岸，但是不知道天气的话，大家其实可以到 YouTube 上去看一下，像镰仓啊或者江之岛那个 live 啊，大家可以通过 live 看到天气好不好。如果天气不好的话，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来这边踩电的，会显得很苍白。到了这个镰仓站啊，这是卖 JR 票子，江之电的票子是另一个地方，是这儿啊，你看看这里卖的啊。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有1日乘车券800块，从镰仓到藤泽。这是中文嘛？这有中文 One Day Pass 啊，这里可以选 One Day Pass， 全中文。然后买2个人。票长这样，拿着票就可以走这个闸，往这边1塞。这边一定要记得拿出来。哈哈，这就是江之电。挑一个可以靠海的。那可以，它已经占满了。这边啊，从镰仓出发的话，我们可以站在车的左侧啊，这样子的话出现海的话就可以看到太阳喽，是太阳。我们到了这站叫有比滨站啊，这个江之电还是很好看的，这就直接出去了。这个是刷西瓜卡，有朋友可以刷这个，然后这边可以用信用卡刷出去啊。但我们那个通票这边出门这种小站的话，它就没有人检查。这整个湘南海岸有很多滨，主要有一个有比滨，一个七里滨啊。七里滨就是在镰仓高校前嘛。湘南海岸海边往里面走一点，就是这种很窄的那种小街道、小巷子啊，在这里逛逛还是很惬意。这走在路上，现在时不时就会冒出几颗樱花来啊。其实看樱花也不需要专门去什么地方看，就日本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走，到处都是樱花啊。之前来镰仓都是1日游，太匆忙了，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巷子里好好走过。哦，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要来了！哦，出现了，湘南海岸，我们快走！哎呀，失败！这不是阿笠博士吗？阿笠博士来了，来了，这是大海呢！哎呀，相模湾。到大海了哦！哎，你看这边是全是云，那边就完全没有云了，等会儿就完全干净了应该。那边很多人已经开始冲浪了，那边对，还有小朋友在那里打棒球。是吗？哎，是哦。还有，要感受一下它的温度。你当心鞋子湿掉。不是很冷。
那个方向就是江之岛。但现在还看不见，看不见，就要绕过这个弯，绕过这个弯才能看到江之岛。然后天气好的话，能见度高的话，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哎，海鸥。天气好才是真的王道，我跟你讲，天气不好就是一坨屎。小弟弟一个人在这里玩沙子，我在湘南玩泥巴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呀？那个地方那个弯，大家看啊，那个弯就是曾经《灌篮高手》有一集那个叫什么？不是有一集是漫画封面上的啊，就是有一个流川枫在他那个大巴上骑自行车，然后听着歌的那个。啊，我还有印象啊，就在那个弯啊。我们现在就不过去了，因为我们要去个别的地方啊。再离尤比滨一站路就是长谷，我们现在就不撑江之电，我们就直接走过去。我们现在去长谷的这边有一条咖啡街，就离这个尤比滨不远。我们现在走往这里走啊，这里就是一条很有名的咖啡机，它有好多很低层的咖啡店，看着平平无奇，其实有很多家咖啡店。这就好就是一家是吧？这也是一家，这也是一家，好香啊！咖啡饮茶最终选定了这家 Paso， 好 nice 的店。他这边是做手冲的，应该是。这是 light rice。You can try smell aroma. 我还可以闻一闻。你闻得出什么来？它可以稍微闻出点风味。要喝这个。你喝这个，好小呀，小小的，这个面向小庭院啊，那边就是海。パンケーキ社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多。哇，这个咖啡像水眼瓶一样。评价一下这咖啡。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它冲的很好，那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过于苦或者过于酸，然后你能喝出那个甜感，这是唯一能判断它的好坏的。吃巴斯克。这个巴斯克。和我做的比怎么样？不输你。什么玩意儿？喝完了。好喝。好久没有碰到这种让你由衷赞美真好喝的咖啡了。真假的？你这人是连 Q 老师也觉得好喝的咖啡，那一定是真的很好喝。那镰仓加成，我们这地狱加成。咖啡店走出来，好，就在那儿，就是那家，就是这家利饼家。哇，你看这个牌子就看得出来，确实还挺古老的。宽政3年吉祥日，宽政好像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。おすすめこちらののれんにもなっているお餅の力、餅。餅。ただフリーズ実演。要不买一个这个的吧？今天是28号，对吧？对，它就是当天的赏味期限。我们来看看，镰仓名物是吧？全五郎利饼。这样的吗？这下完了。青团，这是青团。它上面是豆沙，下面是那种就是比较青草味的那种清爽口感的那种团子。我觉得口感很像青团啊。听团。吃完的话，我们接着往里走个100-200米，就是玉林神社了，应该。过那个。来了，没有看到。我刚想说我们要过那个江之电的轨道。
结果江之电刚开过。玉林神社啊，曾经《海街日记》里面出现过这个地方。神社里面是摄影禁止的，我们只能从外面看，但是我已经看了樱花了。这边就是江之电的轨道了。从玉林神社往西边走，就是去往极乐寺的路啊，其实也就是一站路。因为《海街日记》在极乐寺取了好多景，我们来之前还看了一眼《海街日记》，看到好多极乐寺的镜头，所以我就去极乐寺看一看。哎，这边就是极乐寺了啊，极乐寺区域啊。这座桥在《海街日记》出现很多次了。哎，哦，这不就是广濑丝丝踢球踢的，下雨了就在这里坐过的一个小地方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江之电的极乐寺站嘛，然后这个车站也出现过好多次。长泽雅美跟广濑铃在这里等车，好像就是在这儿拍的啊。哎，这车来了，车就突然的来了。车站的对面就是极乐寺。哇，樱花哎！哇，里面全是樱花，樱花参道。哇！哇！全是樱花呀！哇，张狗洞好矮！哇！哇，这里的樱花全开了呢！嘿嘿，给你拍张照。这里面就是别的花了，这边好像是6月份还是5月份，5月底6月初会有紫阳花这里开的。镰仓那个比较适合来的时间就是5月底6月初啊，那个时候就是绣球花、紫阳花会开。我记得好像《海街日记》里面他们有个镜头就是在这拍，然后现在开的全是紫阳花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呀。这个门很有名的，这部电视剧，然后这个站就是当时取景的。海街日记这里也出现过呀，极乐寺站。我上次来我就感觉到就是有很多人。对，这个是日本人的镰仓高校前。可能。这是极乐寺站。门口这边也有棵樱花树啊，基本上也开了。这边这种小站的话，这个一日券它不会查票的。我们见的极乐寺啊，从镰仓一直到极乐寺，现在我们撑到七里滨站嘛，再去看个海。来了，樱花车再次，我天哪，不敢相信哦。这个江之电真的就是离民居啊特别近。我已经看到海，我已经看到海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应该会挺受影响的。哦，来了！哇哦，哇哦，一览无余啦！我来过，我也来过，比我们早上看到的海更漂亮。七里滨。哎呀，天气好可以看到火车山。我们要不等会儿日落了过来再瞄一眼？哇塞，真漂亮！哎呀，我一看江之岛在那儿。嚯，这水比我们刚刚看到蓝太多了吧？这也。哦。其实从这个角度看，江之岛很像乌龟，他们就说，其实江之岛另一种叫法叫龟岛。
啊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那边其实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哈。今天那边云有点多，能见度没有那么高。看有没有鸢哦，这上面应该是鸢。还有一个很搞笑的风筝。嘿嘿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好幸福啊！好幸福啊！这边有好多沿海的咖啡店啊，什么的 pub 什么的。今天这海还挺凶的啊。南方海一直挺凶的，所以它这边就是有很多冲浪爱好者。来呢。这走上来很好看，看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从七里滨这边走1站路的距离，就到了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景点，叫镰仓高校前啊，《灌篮高手》片头曲 MV。樱木花道甩着包，然后一辆江之电开过去，然后出现了赤木晴子，这边就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准备打卡了。我们还去了？不去了，然后10年前没有这么多人。而且10年前这边我们是在上面用长焦打的卡，会更像一点啊。那现在因为人太多了，它这边都有人管制了。哎，这来了吗？啊，从这边来的啊。那边就是镰仓高校前站啊。我们以前来的时候，这边是没有这个 photo 拍摄的。现在变成了一个 viewpoint， 大家拍照只能在这里拍了。但确实以前就是大家拍照就可能就是挡在路口，挺危险的，主要挺危险的。它通道的一个就是学校，就是叫那个镰仓高校，它也算是湘北跟陵南2个学校的取景地方。是，就是它的体育馆好像是陵南那个体育馆的原型。这来自《灌篮高手》骨灰级粉丝的发言。不看篮球的《灌篮高手》骨灰级粉丝。镰仓高校前站啊。正好上车，找到独特的学生。しかも感染しました。如果大家从那个藤泽过来的话，尽量坐车的右边，然后它有一个瞬间是从房子突然出现海边，啊，那个画面特别震撼。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这样的，特别震撼。OK， 到了江之岛站。我的屁子，这不是东丽吗？这边出现了闸机，我们就可以刷卡出去。我们进去就行。哦，上次在这里买过，纪念品，可以回来时候买。我们现在从江之岛的这个车站一路走到江之岛。差不多要走1公里左右。江之岛这个地方呢，它在江户时代，也就是德川幕府时代，那个时候是一个网红的一个景点，虽然现在也是个网红景点，很多都是女性去那边玩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江户时代，权力中心不是在江户嘛，就是现在东京。然后那时候的女性是不允许出江户的，他们有个地方叫关所，女性是不能出这个关所的。在江之岛这边是没有关所的，这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
出去玩的地方。以前的女性是不让祭拜神社的，但是江之岛那个神社是允许女性祭拜的。不会是什么求子吧？不是求子，是跟什么异能有关的，就像什么唱歌跳舞啊这种之类的。因为它里面参拜的神好像是女性。走这边走下去啊，穿过这个地道，就是通往江之岛的那座桥了，叫并天桥。上来了，这边就是江之岛了。在这边那个方向就是富士山方向啊，但现在好像连个屁都没有，就是被云全挡啊，被云全挡住了富士山。哎呀，这个桥就是通往江之岛的桥，它叫并天桥啊。但是以前呢，这个桥是没有的，这个桥是明治时期才修出来的啊。以前大家去江之岛根本就没法走陆路，只能走这条路，因为它这个海是有潮汐的，涨潮时候它是全是海，但是潮退的时候它就变成陆地了。只有潮退的时候才能来往这个岛啊，所以以前大家想要上岛还得赶早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刚刚桥的右侧了，这离富士山更近了也几十米啊，这边还可以乘船，还可以探岩洞。这个就是江之岛的一个地图吧。我们现在就是从这儿要通过并天桥啊，到达江之岛，绕一圈，可能也不绕一圈吧，大致走一走。它江之岛，你看它有些地方写的是远东西妈，有些地方写的是平假名，但有些地方就是一个片假名，就是一撇。像这个片来江之岛站上面写的就是片假名。以前的写法是片假名，后来政府好像统一了，就全部改成平假名了。但是有些老的地方还是写的是片假名，其实意思一样，都是 no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一撇，其实它是日本片假名的 no， 跟那个江之岛的那个之是一个意思。现在我们就走在并天桥上，这并天桥一共438米。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意义。那个上面那个东西，那个小尖尖，那就是江之岛一个观景台啊，可以站在上面俯瞰整个湘南海岸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了400多米，上岛了。上岛正前方那个地方就是往江之岛更高处的地方，也就参拜神社的地方走。然后我们先准备往左边去，先去吃个午饭。好多人呀！我上次来就是走到这儿，然后看到了这幅景象，然后我就掉头回去，真的很不想往人这里走。一个人旅行不就图个清静？走了2步路就开始变得非常清静了。是，那是什么？松鼠啊，水獭，老鼠，好大只老鼠。来看这家店啊，就是《海街日记》里面，他们有一个食堂叫海猫食堂啊，就是它叫文佐食堂啊。当年就在这儿取景的啊，这里是cash only的啊。只有11块钱我在这儿，人都没有。他这个菜单也感觉非常的有年头啊。希拉斯冻，点个这个。好。中午人都没有。这个是日本水产鱼谱，他们的鱼我总是认不全。你如果玩动物森友会的话，可能会认识一些鱼。我是看很多综艺，他们就那种答题都是这种什么撒巴、什么麻咕罗，稍微简单点的鱼我还知道，但是复杂的鱼我就不认识。日本人对鱼的品种好像还挺，他们很了解，认真的。这是希拉斯冻，其实就是沙丁鱼盖饭。它沙丁鱼其实是透明的，然后但是它煮熟了就变成白色的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本土地道的希拉斯冻，好吃，好吃点着呢。它下面的米饭，还说这个
沙丁鱼里面是拌了海苔，咸咸的。沙丁鱼，这个沙丁鱼是腌过的吧？大概。说起来，我小时候第一次看《海街日记》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象这个沙丁鱼饭是什么味道。初めて？はい。だよね。吉野、ちゃんと座る。足。这块单品来了，这就是《海街日记》里面他们最爱吃的竹荚鱼，炸竹荚鱼。美味しいでしょ？好，我觉得面粉有点厚，哦，是吗？但是炸的不错。淀粉太厚了。看这家店做的不是电影里做的那个，电影里看上去好好吃。哎，很神奇啊！他们这边虽然是一个拍摄 location， 但是完全没有做这个的任何的广告啊，还是挺朴实的。你干嘛？我跟他合个影。好。这个鸟居就是他们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鸟居。这个鸟居，它好像是17多少年就开始有了，这已经是第2个鸟居了。1747年啊就有的鸟居。你看这上面那几个字，你知道什么字吗？看懂吗？叫江岛大明神。然后你看这个鸟居，它下面有这种波浪，当时好像说是涨潮之后它就会比这个波浪高。这就是上江之岛的一个小商业街吧，人好多呀，好多人呀。对，很多卖那种鱼的干货的，因为这边离海近，所以它这边鱼的干货还是挺有名的。哦，来了，这个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连锁店，Kinokuniya季之国屋啊，这是它的本店，最早的一个地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嘿，这是我小时候看着最想吃的东西。这上面是什么？樱花味嘛？你没吃这么过呀？它就是一个丸子，花见丸子，拉米烫口。我每次日本这些丸子，我都是看着很想吃，但吃了滋味也就那样。还是糯米团子吧，但它不甜。但你下次看到还是想买。哇，这个鱿鱼饼好大呀，看着，好吓人的鱿鱼饼，好痛好痛。哦，吃不下了啊！这好人气啊！这就是江岛神社的大鸟居，在这儿。而1月1号到这边来的话，会堵死人，全是人。他们也有烧头香的传统吗？对他们这边也有烧头香，大毁日到1月1日。瑞星门，你要是不想爬楼梯的话，可以乘那边的 escalator。它的一日券是1550块。这一点小山能有多少高？比上海的那个什么来着呢？它肯定比双子山高。从这里能看到湘南海岸。江之岛这边神社一共有3个宫，叫边津宫、中津宫跟奥津宫。然后这3个宫呢，供奉的是3个女神，3姐妹啊。这就是边津宫第1个神社啊，这是边津宫啊。边津宫这边这个店叫凤安殿啊，它是圣运守护以及艺能、音乐、智慧、福德之神，很多女孩子就是在这里拜这个佛的啊。元妙音并财天啊，这就是艺能的啊。这个好像是搞圣运的，这里的樱花也开了七七八八的。往这个地方走，就有一个观景台，应该可以俯瞰整个湘南海岸。啊，这里有樱花呢啊。这里远处点埋埋的，
就是这儿，あの白い建物に行った这是免费的观景台。哇，这又看到没有？上面还有樱花，这一路走上去肯定很漂亮。出来啊，我去啊！哎呀，全是樱花啊！中金宫，这是中金宫啊，这是三女神第二女神，中金宫，然后就不拜了。这里的樱花开的还是不错的。啊，我搞明白了，它就是边金宫、中金宫和奥金宫三个宫有3个电梯啊，你可以买1段、2段、3段，也可以一起买。这里还有一个很惬意的咖啡店啊，可以在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远处的湘南海岸。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江之岛展望台了。它进去那个园子是不要钱的，但是上台是要钱的，要800块钱。哦，这里也是一个观景台啊，到处都是观景台，越来越高了。啊，这边就是那个观景台，800块钱登顶啊，值吗？我从来没登顶过，来了3次没有上去过1次。我不想去测试它值不值。好的，它这个观景台在英文里面名字叫 Sea Candle， 可能晚上它点亮就像个海里升起来的蜡烛。对，海里的蜡烛。这一副要下山的感觉了啊！我们已经到最高的地方了，先往下走。这里好多店，这是卖特产的啊。走了大半个小时啊，终于到了最里面的一个神宫，就是奥金宫啊。奥在日语里面就是里面的意思，奥库啊。边中和奥就是最外面、最中间跟最里面3个宫啊。这个殿是1841年烧过了，现在的殿是1842年造的。就是这儿奥金宫。哎，从这边奥之宫再往里走一点，这边有几个店啊，都是吃希拉斯科的。这边的几家这种店都是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看到富士山的，他们有那种位置啊，比较网红。那边那个阳台位就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啊，但今天什么都没有啊 ，nothing happened。哦，这一路就可以走下去，看到了海。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，第一次江之岛走到这么里面。这个叫智尔之约智，哦，这是另一边的海，是这样的吗？啊 ，ferry boat cancelled， 真的吗？盐屋桥啊，在这儿。啊，这边还有个岩洞，叫岩屋。啊，进去的话要500块钱，就不进去了啊。我记得好像没啥意思，我在网上看到。又来到了海边啊，这是岛的另一边的海。嘿嘿嘿，不行啦，不行啦。它这边本来有一个船可以回去的，但是它每天运行情况不确定。今天刚去它的官网看了一眼，说今天的运营状况，如果这边的船能撑过去，就500块钱一个人，其实还挺划算。我也没想到是这样。地狱阶梯要开始了吗？我连气都还没喘。那你喘会儿气你再走呢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我都不需要喘。这么厉害的吗？你现在啊？对啊。你变强了。哇，这是最后一段地狱阶梯了。爬完这个基本上就没了。行きます。Go go go。其实我还 OK。耶，我们回来了。哦。地狱回来了，回到了奥金宫。
体力不好的朋友还是不要往下走了。体力不好的朋友要查好有没有渡轮。对，要下山了，哇，这一路平坦的山路，还出现一个樱花树。哦，你能看到富士山了吗？显然不能。我们成功走下来了，离开江之岛了。快逃快逃快逃，人好多。这就是新江之岛水族馆。那江之岛水族馆的这个门票是2800日元一个人成人。我们这就是在 Klook 上买的票子啊，就直接给他们到时候检票就可以。后来我在江之电的官网发现有一个江之电和新江之岛水族馆的联票，价格是3320日元，可以比单买江之电和水族馆门票便宜280日元。可以在711和罗森购买，并在车站兑换，或者下载一个叫 Emote 的 APP 购买。具体这个是不是外国人可以买的，还有待朋友们去检验，但是本地人肯定是能购买的。2名様ですね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，这个好了啊。它这边有每天一些 staff 和鱼互动的一些时间啊，这个好像魔鬼鱼能看到，3点半。哦，这边就是也是大海啊，香南海公园。好了，我马上要进入到水族馆里面，据说水族馆里面还比较黑啊。哦，你看这边，哦呦，它这是模拟浪的。它这个还挺有意思。好，那边有阿姨要下去，那有个潜水的阿姨。哦，一下。阿姨到那里去了。哦，这个就是这里最大的这个玻璃。阿姨在里面玩鱼。他又来了，哎，他又来了，他挡镜头啊，好讨厌啊！哎，抓住了！哎呦，他好粘人哦，像猫咪一样。大冰鱼群。这就是梦幻水母。但是江之岛水族馆很有名，就是它水母。哇哦！这个球球里面还有好多水母。好多水母，像蘑菇一样。简直像假的一样。这个水母的带子好长。Hello， 是你吗？派大星。这也好逗。鲨鱼来了，这个鲨鱼我没见过。干尸鬼鲛，这有个饲养员和企鹅在演戏。我看到了，他是在演，就是给企鹅喂食的整个过程，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企鹅他们喂多少东西，然后就像演戏一样。它这每个企鹅都有它对应的标志，它身上都会带不同颜色的那个臂章啊，这样它们就能认出来不同的企鹅叫什么名字啊。这边都有个族谱，给它写的清清楚楚。哇，这养的好肥啊，这小海豹，好肥的小海豹。哦，海豚表演。3,600哈。这个水族馆我们就逛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。虽然它很小，但感觉它东西都做得很精致，很有意思，很开心。玩了1个小时，非常开心。从这个水族馆出来，这边就是
湘南海岸公园。哇，现在已经有点接近日落了啊，下午4点多。哦，这就是湘南海岸公园。湘南海岸公园是什么地方？就大家如果看到《灌篮高手》漫画的最后一话，后来樱木花道就在一个海边的可能康复院做康复治疗，他在海边读着晴子给他的信，然后这时候远远的流川枫正好在沿这个海岸跑步，然后向他展示他的国家队队服，然后那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是这一片海岸啊，就你能看出来。那边就是江之岛啊。就这吗？那个是江之岛，还真是这哈。啊，就是这啊。是吧？是。樱木花道当时就是对着这个海，然后一回头说，就是因为我是天才。就是整个《灌篮高手》最后一个画面，因为我是天才，就是面对这个海一回头，就是他哦，原来就是这张图呀。因为我是天才。哎呀，我们又到了七里滨站啊！今天有日落啊！刚在湘南海岸公园看了前半段的日落啊，现在我们到七里滨这边来看后半段日落。是七里滨。哦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也太吓人了吧！来湘南海岸，来镰仓，怎能不看一次日落呢？哇！最高。之前都是镰仓一日游，从来没有在镰仓看过日落 ，first time。长谷站，走。下路。这是不是也是去往大佛的？是，这条路就是走往大佛，但是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吃个晚饭。长谷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店的，它是比较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地方。这家店是家咖喱店，但是我们两个点了2份，一份蔬菜咖喱，一份蘑菇咖喱。然后这边它很有名的另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当地的蔬菜啊，所以我们感受一下他们这边原汁原味的蔬菜。是野菜咖喱，这个是蘑菇咖喱。先尝一下酱汁。浓郁的酱汁。这是什么野菜？这是茄子吧？茄子、纳斯。这是四季豆。这是番茄。吃下当地的野菜。还不错。还不错。
咖喱不是很腥，不算很腥的咖喱，有不同的蘑菇。我觉得蔬菜还是昨天的好吃。好吧，因为它进咖喱了，它的味道就被咖喱给淹没了，咖喱味道太重了。今天的江之电之旅已经完成了，除了没看到富士山以外，都很完美的。其实我们今天用了6次江之电，所以票价也是肯定回本。明天我们会走一条更冷门的一条线路吧，就是更深度的在镰仓玩的一条线路。好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